继续讲庄子人间世，咱们看一下上次说放到最后讲的将士见立射术。将士之骑至于屈原见立射术。有个名字叫石的木匠去齐国，到了屈原，看见一棵作为社神的栗树。社神就是土地神，立射树就是长在土地庙内的，被人当作土地神的栗树。其大必数千牛，斜之百围，其高临山，10仞而后有之，即可以为周者旁石树。这个树大到可以遮蔽几千头牛，树身有100围粗，树干耸出山顶8丈以上才有分支，可以用来造船的旁支就有10余支。观者如视，将伯不顾，遂行不辍。观看的人像赶集一样多，然而木匠不看一眼，脚步不停地往前走。弟子验观之，走击石匠曰：“自吾执斧金以随夫子，未尝见才如此其美也。先生不肯试，行不辍，何也？”弟子把这树饱看了一番，跑着赶上石匠说：“自从我拿着斧头跟随先生以来，从没有见过像这样好的木材。先生不肯看一眼，走个不停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曰：“已矣，勿言之矣，散木也。”匠石说：“算了，不要说它了，那是没有用的散木。以为舟则沉，以为棺椁则素腐，以为器则素毁，以为门户则夜蛮，以为柱则镀。用它来造船就会沉没，用它来做棺材很快就会腐烂，用它来做器具很快就会毁坏，用它来做大门很快就会枝叶外渗，用它来做柱子很快就会遭到重铸。是不才之木也，无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手。这是不能用作材料的树木，正是因为它没有什么用处，所以能够像这样长寿。将士归，立射献孟曰：“汝将呜呼比喻哉？若将比喻于文木也。”将士回来后，夜里梦见立射树对他说：“你要用什么和我相比呢？你要把我和有用的树木相比吗？夫扎藜橘柚果裸之树，实熟则剥，剥则乳，大枝者小枝谢。那山楂树、梨树、橘树、柚子树以及瓜果之树，果实成熟了就会遭到敲打，遭到敲打就会被扭折，大枝被折断，小枝被牵扭。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，故不终其天年而终道夭，自剖击于世俗者也，物莫不若是。”这就是因为他们有用才害苦了自己的一生，所以不能享尽天年而中途夭折，因为自己显露有用而招来世俗的打击。世上的事物没有不是这样的。且于求无所可用久矣，积死，乃今得之，为于大用。何况我寻求无用的境界已经很久了，曾经几乎被人砍死，到现在仍能保全自己，正是以不才为我大用的缘故。始于一而有用，且得有此大也耶？假如我真的有用，我还能够长得这么高大吗？且也，若与鱼也，皆物也，奈何哉其相物也？而积死之散人，又物之散木。况且你和我都是天地间的一物，为什么你要视我为散木呢？你是将要死亡的无用之人，又怎么能理解无用之术呢？将士觉而枕其梦。将士醒后，把梦告诉了他的弟子。弟子曰：“去取无用，则为射何也？”弟子说：“他既然意在求取无用，又何必要做射神呢？”这句话很关键。立射术口口声声说保全自己的方式是无用之用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土地神呢？你如果连土地神都不做，岂不是更无用？曰：“密若无言，彼亦直记言，以为不知己者垢利也。”将士说：“别作声，你不要说了。栗树不过是特意寄身于神社之中，以便招致众人的无用之机而保全自己罢了。不为射者，且既有减乎？假如他不做射神，早就被人砍掉烧了。只有当了土地神，别人才会认为他无用，而且不会想到去砍掉他。如果不当土地神，别人就不仅会认为他无用，而且还会把他砍了当柴烧。且也，彼其所保与众异，而以异喻之，不亦远乎？况且栗树用来保全生命的方法与众不同，
用常理来理解它，不就相差得太远了吗？庄子讲立射术这个故事呢，就相当于自己把自己给否了。之前说无用能保身，现在看来你再怎么追求无用，也不能绝对的安全。比如立射术，再怎么没用也能劈了当柴烧，最后还得靠当射神才勉强保全性命。拿人来说呢，人再怎么没用，粗活、脏活、累活总干得了吧？送上前线当炮灰总干得了吧？而且你越没用，别人越欺负你，你就越得为别人所用。在《庄子外篇》中有这么一个故事：夫子出于山，射于故人之家，故人喜，命庶子杀焉而烹之。庶子请曰：其一能明，其一不能明，请悉杀。主人曰：杀不能明者。庄子出山，住在老朋友的家里，老朋友很高兴，命令仆人杀一只雁来款待庄子。仆人问：有2只雁，一个能打鸣，一个不能打鸣，杀哪个呢？主人说：杀不能鸣者。所以光没有用是不行的，甭管有用没用，该挨那一刀怎么都躲不掉。那面对如此令人绝望的人生，我们该持一个怎样的生活态度呢？庄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，其实之前已经讲过了，就在射公子高问于仲尼这段里。咱们回过头看一下。无事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没有国君，在天地之间是无法逃避的。那怎么办呢？自视其心者，哀乐不易失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得之至也。自我调养心性，哀乐之境都不能影响到自己的情绪，知道事情无可奈何而能安心的去做，这就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。人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，只能主宰自己的内心了。最后仅仅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很无奈。人间事就说这么多，最后讲一下应帝王。应帝王是讲如何治国的，一共6个故事。聂缺问一王尼，这个不讲了，直接跳到第2个故事。兼吾见狂嗟余，狂嗟余曰：日中使何以遇汝？兼吾见到狂士嗟余，狂士嗟余说：日中使跟你说了些什么呢？兼吾曰：告我军人者以己出，经世一度，人孰敢不听而化诸？兼吾说：他告诉我做国君的凭自己的意志制定法度，人民谁敢不听从归服呢？狂嗟余曰：是其德也，其余治天下也，由涉海凿河而使文覆山也。狂士嗟余说：这完全是骗人的，他这样治理天下，就好像要在海里挖凿河道，让蚊子背负大山一样，不可能办到。夫圣人之治也，治外乎？圣人治理天下，难道是用法度治理社会外在的表象吗？圣人不是这么治理国家的。正而后行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圣人先端正自己，没有私心杂念，然后让人民顺任本性，自然的生活，任凭人民各尽所能。潜鸟高飞以避增益之害，西蜀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，而宗2重之无知。况且鸟儿高飞来躲避罗网和弓箭的伤害，小家鼠在神坛底下挖洞来躲避烟熏和挖掘的祸患，难道人还不如这2种小动物吗？天根游于阴阳，至辽水之上，是遭无名人而问焉，曰：请问为天下？天根在阴山的南面游玩，来到辽水河边，遇到无名人。天根向他请教说：请问治理天下的方法？无名人曰：去，如彼人也，何问之不欲也？无名人说：走开吧，你这个鄙陋的人，为什么问这样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呢？余方将与造物者为人，燕则又乘服芒邈之鸟，以出6极之外，而由无何有之乡，以处旷浪之野。汝又何意以治天下敢于之心为？我正要同造物者交朋友，厌烦了就乘作像鸟一样的轻虚之气，
超脱于六极之外，遨游于虚寂广漠的地方，居住在旷荡无垠的田野。你又为何用治理天下来扰乱我的心呢？”又复问无名人曰：“汝忧心于旦，何其于末？顺物自然而无容私言，而天下治矣。”天根再一次请教无名人说：“你要忧心于恬淡之境，清净无为，顺应事物本性而不掺杂思念，天下就可以大治了。”杨子居见老聃这个就不讲了，季贤见胡子也不讲了。最后一段总论治国：无为名师，无为谋府，无为士人，无为治主。绝弃求名的心思，绝弃谋划的思虑，绝弃专断的行为，绝弃智巧的作为。体尽无穷而犹无阵，尽其所受乎天而无限得，亦虚而已。体悟着无穷的大道，游心于虚寂的境界，只是顺从自然本性而不自我夸耀，这就是达到了空明的心境。智人之用心若镜，不降不盈。智人用心犹如明镜，物来不迎，物去不送。对于外物，来者即绕，去者不留。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。如实反映外物而毫无牵挂执着，这样就能够超脱物外，而不为外物劳神伤身。南海之力为疏，北海之力为忽，中央之力为混沌。南海的帝王名叫疏，北海的帝王名叫忽，中央的帝王名叫混沌。疏与忽时相与，寓于混沌之地，混沌待之甚善。疏和忽经常在混沌的驻地相遇，混沌款待他们特别周到丰盛。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，曰：“人皆有七窍以视听时期，此独无有，常是凿之。”疏和忽共同商量报答混沌的盛情厚谊，说人都有七窍用来看、听、吃饭、呼吸，唯独混沌没有，我们试着给它凿开。日凿一窍，7日而混沌死。他们就每天凿一窍，凿到第7天，混沌就死了。就说治国呀，还是混沌一点好。统治者不要折腾百姓，让百姓自然发展，这就是庄子的治国理念。庄子呢，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。庄子的思想其实很简单，功名利禄不重要，是非对错不重要，仁义礼智不重要，思虑智慧不重要，甚至生死都不重要。那什么重要呢？逍遥最重要，真实自由怡然自得最重要。人活着就活一舒坦，舒坦最重要，这就是庄子的核心要义。关于庄子，最后再说一个心斋作望。咱们中哲第1次课的时候，我提到过这个词儿，说是道家的功夫论。咱们最后解释一下这个词儿。心斋作望包括心斋和作望。先看心斋，这是人间世的一段。回曰：“敢问心斋。”颜回说：“请问什么是心斋？”仲尼曰：“若一智，无听之以耳，而听之以心。”孔子说：“专一你的心智，不要用耳朵去听，而要用心灵去体会。无听之以心，而听之以气，不要用心灵去体会，而要用气去感应。听止于耳，心止于服。耳朵的作用仅限于听闻声响而已，心的思虑仅能与外物相合而已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，为道即虚，虚者心斋也。而气呢，它是空虚而能容纳万物的，大道只能汇聚于空明虚静的心灵，这就是心斋的妙意。心斋的意思就是让你不要想太多，保持内心的空明虚静。然后作望，这是大宗师的一段。颜回曰：“回忆矣。”仲尼曰：“何谓也？”颜回说：“我进步了。”孔子问道：“你的进步指的是什么？”曰：“回望仁义矣。”曰：“可以，犹未也。”颜回说：“我已经忘却仁义了。”
孔子说：“很好，不过还不够。”他日复见，曰：“回矣矣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望礼乐矣。”曰：“可以，犹未也。”过了几天，颜回再次拜见孔子，说：“我又进步了。”孔子说：“你的进步指的是什么？”颜回说：“我忘却礼乐了。”孔子说：“很好，不过还不够。”他日复见，曰：“回矣矣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作望矣。”仲尼猝然曰：“何谓作望？”过了几天，颜回又再次拜见孔子，说：“我又进步了。”孔子说：“你的进步指的是什么？”颜回说：“我作望了。”孔子惊奇地问：“什么叫作望？”颜回曰：“堕肢体，处聪明，离形去志，同为大同，此为作望。”颜回说：“不着意自己的肢体，不摆弄自己的聪明，脱离了智巧的束缚，与大道融同为一，这就是作望。”仲尼曰：“同则无好也，化则无常也，而果其贤乎？秋也请从而后也。”孔子说：“与万物同一就没有偏私，顺应万物变化就不会执着常理。你果真成了贤人呐！我希望能跟随您学习。”作望的意思也是让你不要想太多，仁义礼乐身体智慧这些都不要想，达到静坐心空物我两忘怡然自得的境界，这就是作望。庄子呢就说这么多，先休息一下。